大家好，天下之大，真真假假。当您笃定假的真不了的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假的；当您确信真的假不了的时候，或许假的还是假的。赵丽颖、王一博的消息一天到晚都满天飞，有的目的就是简单的图一乐，有的目的就是最终求社死。即便这两个人原本就是靠真功夫吃饭，人畜两无害的。然而呢，他们却也明晃晃地挡了一些人的财路了，或者说坏了一些人的好事了。因为娱乐圈的蛋糕原本就不大，你靠真本事吃饭的话，那么那些有背景、高学历、玩空降的人就要被迫的参与竞争了。世界太过公平的话，这些人的内心就不会太平。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我之前已经是深入聊过了王一博的私生活被关注、被举报，已经成为了当量不详的定时地雷了。结果呢，爆瓜不嫌事大的黑粉们现在又有了新的证据了，而且这个新证据还是有迹可循，可以举一反三的那一种。可以说，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黑粉们的脑洞也基本上都是不够用的了。现在躲在剧组里面的那个王一博，貌似还是躲不过这些天天飞过脑门的黑线的。就算是已经正式杀青了，正在积极选本的王炸姐姐赵丽颖，现在还是逃不过这些大大小小的纠缠。而且呢，最新的纠缠貌似还是一件可圈可点、心想事成的大好事来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铁杆的粉丝们最后到底买不买账的问题了。某位造瓜不嫌事大的八卦的博主最新爆料说，王一博外出住酒店的时候，总会把自己房间的左右两套的房间一并的租了下来了，单纯就闲置着。这个习惯非常非常的蹊跷，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你又觉得这么一个习惯又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无论如何，王一博的这个做法或者说这个习惯，在黑粉们暗黑无边的视角当中，注定是做贼心虚、慎防失败的。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硬核的其实我已经是聊过的了。王一博之前就一度爆过跟齐美和双双开房的起泥绯闻出来了。虽然大家伙早就已经正正实实的澄清过了，结果呢，黑粉们依旧是津津乐道，依旧是跟学历梗一样，属于越抹越黑、乐此不疲的最佳的佐料来的。私生饭的爆料，私生活的爆瓜，都让这些无中生有的译文成为了真真假假的丑闻了。于是乎，在广大黑材料爱好者们的心目当中，王一博一夜三哭，正是因为做贼心虚了，生怕他自己再被疯狂的私生抓到了现行。因此呢，王一博才出此下策，宁愿自己掏3倍的腰包去玩故弄玄虚和避人耳目，以免隐私再次泄露出去。黑粉们的各种的臆想，您 get 到了吗？您如果没有 get 到的话，那就对了，因为新闻我也是没有 get 到。那么如果说赵丽颖和张译意外碰撞出火花的话，你又会 get 到了惊喜呢，还是 get 到了惊讶呢？这两个人名奇异同框的场景，其实新闻我在去年也已经是聊过的了。
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的片子吗？结果话音未远，今年他们又再次的起义同框了。这次同框的场景是一部大银幕的电影来的，这跟赵丽颖的年度计划大家都知道是完完全全重叠的。然而呢，个中的真真假假还是需要您自己来判断一下的。话说王一博和齐美和的那些陈年往事，如果您深度好奇的话，不妨自行的翻看一下本频道的那一些独家的深扒。这两个人的传闻曾经在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一换一真，热热闹闹，让不少信以为真的吃瓜群众们心里面不仅痒痒的，也是热乎乎的。至于为什么呢？只要您在回顾完之后，自己或许就会有答案的了。更夸张的是，有脑洞全黑、异常炸裂的私生爆料称，自己已经成功的把王一博和齐美和这两个人在酒店开房的时候所穿过的拖鞋都成功的搞到了手了。这种挤爆真相、高度逼真的炸裂程度，一度让桃色刺眼、吃瓜致死的内娱网络都要拥挤到瘫痪的了。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才刚刚聊过了三小只的内讧和王俊凯的麻烦事儿，结果呢，一转头，这个有些麻烦的王俊凯居然就跟赵丽颖也成功的搭上了线了。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翻译官这3个字了。这部名叫《翻译官》的电影早在2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功的备案的了。它是一部有关翻译也有关谈判的套路电影来的。因为故事情节真的非常的老套，主要讲述的是老金和翻译学院的学生们经由海外学习归国之后，遭遇到了绑架，然后呢，跟绑匪之间彼此斗智斗勇、沟通谈判的正能量的故事。说到这，你又觉得或会参演的这个赵丽颖及其眼神杀到底会不会起到不一样的画龙点睛的化学效应出来呢？这种化学效应如无意外，其实早在幸福到万家当中出现过的了。只可惜好事多磨，一拖再拖，让赵丽颖的眼神杀错过了冬，也同样错过了春。若这一次赵氏眼神杀能够成功的进入到大银幕的翻译官当中，貌似还是值得大家伙吃瓜去等待的。要知道，在《幸福大玩家》的预告片当中，赵丽颖从容过招、眼神过电的霸气，已经是有些翻译官所急需的剧情的影子了。在《幸福大玩家》的这个预告片当中，赵丽颖毫无意外的再次的突破了自我。她所饰演的何幸福穿着红色棉袄的造型相当的朴素，地气也是十足的，甚至可以说是土气十足。预告片当中，赵丽颖一脸不满的呛声说：“那这地我们就不让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倔强、无惧、死撑到底的那一种霸气形象瞬间的给立住了。因此，农妇赵丽颖凭借着这个角色成功的转型，系数原本很高，成色原本很大。结果呢，当然还是没有结果了，依旧还是需要耐心的，
依旧还是需要等下去的。只是呢，有鉴于此，背后那个跟赵丽颖早就有过交集的华策影业，这一回用力撮合，也实实在在是用意不要太明显了。而且赵丽颖这回有望搭档张译、王俊凯、齐溪这些叫得出名堂的知名的演员，更让这部电影充满了未知的化学反应和有趣的能量传递。现在呢，正在处于风口当中的三小只王俊凯，如果能靠这一波的宣传成功的脱身的话，的的确确值得放松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了。而张译呢，或许更加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那部《重生之门》了。可以说，娱乐江湖的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各自的展望。如果能成功的搭上赵丽颖这条船的话，的的确确就是能够搭上了流量的便车了，就是能够拐入了成功的快线的了。抹黑王一博的人想法也是一模一样的。抹黑王一博目的何在呢？目的当然就是流量啦。无论流量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只要带来了流量了，就等于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的了。这不，言之凿凿已经把王一博和齐美和在酒店里面穿过的拖鞋搞到手的那个疯狂的私生，说了半天，居然还是没有放出任何真实的、真正的实锤出来，让所有疯狂的吃瓜客们瓜皮瓜瓤一样都没有磕到，只剩下地上的一滩的口水了，只剩下脸上的焦头烂额了。话说，王一博这种出门在外开了自己的房间之后，再开多左右2套房间的个人的行为，完完全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去胡思乱想的。因为当红的大牌明星们在开房间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这样配置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就是防小人以及防私生而已。保护隐私人人有责，而且睡觉不踏实的人生怕隔壁有人吵闹喧哗，生怕通宵的噪音，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先问我，就是这么一个睡眠质量不高的，也怕遇上恶邻的人。因为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就是自我添堵，加重失眠的了。经常遭遇晨昏颠倒、生物钟混乱的那个王一博，花3倍的价钱买一夜的好梦，完完全全就是正经八百、大条道理的，完完全全跟黑粉们无关的。那么您猜，这真真假假的翻译官又到底跟赵丽颖有关还是无关呢？要说张译的演技，新闻我也曾经是聊过的了。他主演的《重生之门》《光荣时代》《国家行动》等等等等的剧集，角色上的演绎基本上是到位的了。刷屏的眼神呢，其实都是戏码来的。明明就是老天爷都不赏饭吃的那个颜值，偏偏就成功的成为了北影的教材书了。跟肖央一模一样，跟同样演技派的赵丽颖发出碰撞的话，特别的火花
真的是值得特别的期待的。王俊凯呢，带来的则是不同的人气和不同的热度了。翻译官那些老套的梗，搭配上充满了未知的化学效应，的的确确可以让收视率和口碑都充满了各式样的挑战性和话题性。对赵丽颖的好处，说白了，新闻我是一摸黑的。但是呢，对翻译官和王俊凯的好处，似乎是肉眼可见的了。这个王俊凯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或许真的值得新闻我去开篇聊一聊的，因为他也明显想要复刻易烊千玺的道理出来，因为王一博就成功了，而且还更加的高速了。细数一下这些当今顶流的明星们，似乎当下也就王一博这一个人最拽最乖了。虽然 idol、酒漏鱼、单改、粉丝闹事等等等等这些清凉行动的大大小小的雷区，都跟这个王一博或多或少的有些关联，甚至他还直接踩到了。结果呢？这个打不死的王一博居然硬生生的靠着自己的低调的务实和自己的特有的聪明的蛰伏，特别是与别不同的硬刚的天分、正能量的体质，以及冲在抗灾第一线的那一种超然不做作的本真张力，一下子就成功的进入到了权力机关的法眼当中去了，一下子被钦点，被寄予了祝福满满的政治任务和历史厚望了。在这个社会主义铁拳随时出击的政治大时代当中，一根筋的人都在顶风作案当中，而人间清醒的人已经在躺赢当中的了。王一博突然之间顶流变身为主流，无疑就是一个杠杠的躺赢人生的最佳的模板了。当然了，在这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在这个臭汉与荷尔蒙当道的2022年里面，同样属于人间清醒的那个赵丽颖还是缺一些风口和运气的。至于这部翻译官是不是赵丽颖的运气来的呢，也真的是很难说的那一种。关键的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居然会在2022年的4月10号正式开机了，而且呢，上次的开机的时间居然还是上个月。话说这部电影2年前就已经是开始溜粉的了，而且一开始还是大家伙熟悉的那个肖央来的，也就是赵丽颖水水凶手的眼神杀搭档，跟着呢又换成了雷佳音了。好说歹说，这2位还真是撑得住场面的实力派老戏骨来的。结果现在好了，一口气就换成了重生之门的双男主了，也就是那个张译和王俊凯了。至于说这个组合实力如何呢，其实依旧是有待查证当中。问题是，明明这是一部双男主的戏码来的，怎么就给人活生生的塞了个赵丽颖进去了呢？说到这，其他的我就不用多说的了。这年头假的忒多，真的太少，关注新闻，真相没跑。